好，我们来解 LeetCode 的难题啊，这是第1298题，所谓的 maximum candies you can get from boxes 啊，所以连续好几天都是有关于糖果的问题。有时候这种难题呢，其实程式的撰写并不困难，而是你要把它找到适当的一个已知的一个 pattern 啊，这难是难在这里。然后它的题目，要花一点精神去理解。那我们首先先了解的话，它是有 n 个 boxes 啊，假设是0到 n-1，就有盒子。那它给你了4个阵列哦，你看看那4个阵列跟题目描写的一些关联性大概就是你一开始你的盒子它的状态，0代表的是 close， 1代表是 open， candies 就是代表你的糖果个数 ，keys 跟 contain boxes 这2个是2D 的阵列啊，所以这个要留意一下。那我们看它这里一个叙述 ，status 在 i 的值如果是1的话，代表它第 i 个 box 是 open 的；如果0的话，代表是 close 这个 status 是在解题上我们可以把它重复使用，那我们就可以显示目前我们这个盒子的一个状态这个在解题上是一个技巧。再来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去取得的糖果的个数，这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好，比较细微的部分当然就是 keys i， 它是整个 keys 是一个2D 的一个阵列，那 keys 在 i 当然就是在你打开了第 i 个 box， 它会有一串的 key 那当然里面的值就对应它的可以打开那些 box 的那些的钥匙这个大家知道。那另外一个 contain boxes 在 i 呢，这也是一个1维的阵列如果是整个的话，它是2维的，所以它是在盒子里面当中有盒子所以这边我们用一个图，这个那外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盒子，这里面有很小的盒子，那我们当然要先把大的盒子要先打开，才有办法把里面小的盒子再打开。里面呢会有 key， 会有糖果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一开始呢，它会给你一个整数阵列，所谓的 initial boxes，代表就是说你要从这些所谓比较大的一些 box 从那里开始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所以当然它给你的 initial boxes 不是每个都 open 的如果是每个都 close， 那当然就直接你就把答案就是0所以你当然这边要去看如果说他这边告诉你了，如果任何一个 open 的 box， 你就可以将它的这些 key 呢，再把它收集起来。那同时呢，open 的 box 里面呢，你也可以将那个糖果把它收集起来那里面的其他的装在里面箱子里面的大的箱子里面的boxes 那你也看到就拥有了，然后你就可以继续的去做一些走访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返回的答案是最多你可以取得的糖果的个数这有点绕口了，我们看一下例子好了。我们看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在这边我们把它画成一个树状图那一开始它是从0这个节点开始，
0的话，所以一开始它里面有7个嘛，7个糖果，所以你就先把它加进来7。好，0里面呢，这个 box 打开之后呢，你就会拥有1跟2啊这2个 box。那 open 的状态我们当然就要看嘛。那0当然是 open 嘛，0那个不管嘛。所以 open 的话是1、2、2。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接到它下面，你当然要看它同时是 have， 同时是 open 啊，所以这里就只有2。所以我们下一个就进到2。好，进到2里面呢，那我们再看。那我们已经 have 的地方当然是1、3、2。好，那它在2这个地方呢，它是有 key 啊，有1这个 key 啊，有这个 key 啊，所以你又可以把它就进到下一个。好，所以呢，总共呢它是可以连成0、2、1。好，1到后面就没有了哦，那它这个就等于是到了它的业节点，后面就没了。所以它总数是7加4加5，所以这答案是16。大概的一个解法大概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看例题2啊，例题2它比较简单哦，所以它也是从0开始。那0开始之后呢，它 status 当然是可以进入嘛。然后呢，它就其他的所有的箱子都看到了，都拥有了。而且里面的个数都是1，那而且呢，所有的 key 也都有了，所以它的答案就是将这些1呢，将它加总起来，所以答案是6啊。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大概解题的一个方式。解题里面呢，我们这边特别再重复再说明它2个 constraints。他说contain boxes I 它是里面所有的值都是唯一的啊，这当然蛮重要的。那每个 box 它也只会顶多在另外一个 box 的里面了，这个当然了啊，这个它不会形成一个所谓的 cycle 的一个状态啊，新的 cycle 状态当然那个就很麻烦了，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个 tree。那是有方向的，啊，那大的箱子里面它就 outgoing 到它里面比较小的一个箱子，所以我们大概 content boxes 啊，就代表呢它的所谓的 children 节点了，我们讲的是 child box。当然，你是不是真的是 child box， 你还要考虑它的 status。status 你必须要考虑如果它不满足，当然还不是嘛。那你还有其他那个已经所谓锁住的一个所谓的其他已经看到的那些的一个 box 那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一次能够透过这些 key 这样打开？那我们基本上你可以透过 DFS 或 BFS 去解比较简单的就只有用 DFS 所以我们的一个解题架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这边 I 呢是从我们任何一个 initial boxes 里面当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开始去做深度走访，然后这边 ANS 一开始当然就是我们 kinetics 在 I 的值，然后我们主要是有2个回圈里面在考虑它的 status 的一个状态。第一个回圈考虑的是 K， 那当然是跟 key 有关。key 呢，你要看看你是不是能够把之前的一些箱子可以把它打开，这个情况那另外呢，就是它的箱子里面还有别的箱子嘛所以我们看是它在第 I 个 box 里面的其他的这些箱子它是不是已经
已经可以 open 了啊，可以 open 了，它的 status 至少是不是1的话，至少说你可以用 key 让它打开，或者我们透过一些手段，我们将它 status 变成是可以进入的啊，然后我们一样在 DFS 作用在 J， 然后再把它加到 ANS 里面，好，然后我们再 return ANS， 基本上我们那个解题的比较粗略的构想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在力课上一个解题的状态。好，基本上我们就透过重复使用 status 的这个 list 来透过所谓的DFS 的方式来解答啊。0代表就是 close， 1代表 open 啊，你有 key 的话就可以 open， 或是它本来 status 就是1的话，2呢代表就是你看见了这个 box， 或者你拥有这个 box。3就代表就是它这个 box 是可以 open 的，而且是已经看见拥有的。好，那我们这里很快的，我们定义我们的 DFS 的函数。那它参数很简单，就一个 i di 个 box 啊 box i。那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的 ANS 当然就是第二个 box 里面的 candy， 它糖果个数也就是 candies， 在 i 的值。好，那这个 box 已经用掉了，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做法，最好还是把它注记我们走访过。所以我们走访过就是把它关掉 ，status 在 i 的值就设为0。好，然后基本上我们就先看有关 key 的部分。key 的话，我们就 k 在 keys 在 i 的这一串 key 里面。那所以你有这些 key， 所以 status 它基本上它应该是可以 open 啊。所以在 k 的话，我们就跟1做或计算。好，如果呢，我们的 status 在 k 的值，你跟1做了或计算，它如果是等于3的话，就代表它你不但是可以开，而且你已经看到拥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DFS 作用在 k 的值啊，当然把这个值呢，你当然是要把它加到 ANS 里面。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回圈。第二个回圈当然就是你这个第一个 box 如果已经打开了，假设 J 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 box， 假设叫 J 呢是在 contain boxes 里面。那在 I 因为它是2D 的 list， 这要小心。那这边呢，你的 status 呢，在 J 的值呢，因为你看到了，你拥有了，所以请你跟2去做或计算 or。那一样的 status 在 J 的值，如果是等于3的话，那一样我们的 ANS 就加等于 DFS 在 J 的值。好，所以是把这个2个回圈都作用完了之后，我们的 ANS 就是我们要 return 回去的值。我说的当然是指的是这个递回函数。好，那回到我们的主要的这个方法。所以主要的方法你要从哪里开始？你要从 initial boxes 开始。所以这里呢，我们也透过回圈 I 呢，如果是在
initial boxes 里面，这个 B 要大写。好，一样呢，其实就等于这里要继续做的，就类似刚刚在 DFS 的第二个回圈类似的里面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到了 J 这些 box，J、I 这些 box， 所以 I 呢，它看到了，拥有了，请跟2做过计算，然后我们再看它是否做了或计算之后，它的 status 会等于3。如果是等于3的话，我们当然就直接去加总了。所以我们这里还少一个变数名称，那我们这里就不用 ANS， 我们就用 CNT 好了。好，所以我们这里的 CNT 就加上 DFX。在 I 的值最后呢，你这个程式要返回的答案当然就是 CNT。好，那我们这边执行变，然后这两个 case 都 OK， 它的第一个 case 它的答案是16第二个的话是6，那我们 submit 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记录27毫秒算还好。我们再看其他的程式的用法，比方说是 C++我们这边就也是用 DFS 的方式去做那跟刚刚的逻辑是一致的，我们让它执行一次。好 ，submit。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记录那C++就快多了0毫秒。好，就先谈到这里。